大家好，今天要给各位讲的故事是站在电线杆下追光的女孩。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已经有了乐队。那个时候的乐队乐器非常的简单，只有大鼓、小鼓、响板、三角铁和拔，乐器非常简单，很容易上手，所以训练起来也比较容易。那音乐老师呢，告诉我们，乐队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我们的节奏感。音乐老师呢，他后来又在5、6年级每一班选一些家境较好的同学，他们有口琴，本来就有一些基础，所以把他们选来加进我们的乐队里面。那我是担任打小鼓的。这些同学加入以后，乐队的音色就更加丰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我们乐队已经可以在每天的升旗典礼中当伴奏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游行这个活动。那个年代呢，每逢元旦、10月10日双十节，还有台湾光复节，都会举行游行。游行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把乐队排在最前面，5、6年级的同学排在后面，然后从竹联国小的门口走到新竹体育场。游行的过程中，因为有乐队的伴奏他们吹进行曲，引导同学行进。同学们呢大家非常兴奋。那么班长呢会出来带领喊口号，这些都是老师事先写给他们的。他大声的喊：反攻大陆，解救大陆同胞，三民主义万岁，中华民国万岁。那么同学们呢就会摇旗呐喊，跟着呼口号。那么5年级的班长喊完，6年级的班长也会出来大声的喊：杀猪拔毛，反共抗俄，三民主义万岁，中华民国万岁。那么就这样的摇旗呐喊，一路的走，一路的呐喊。这个游行的活动也在我小学的生涯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小学毕业以后，那个年代没有9年国教，要再读书是需要经过考试的。爸爸就说：你第一志愿填写竹二女好了。那个时候的竹二女就是现在的培英国中。我就按照爸爸讲的，第一志愿就填了新竹第2女子中学。放榜后我就考上了竹二女。后来听同班同学说，她是填竹一女中。竹一女就是现在的光华国中。那她每天早上呢要5点半就起床，然后搭新竹客运坐到新竹高工，下车还要走路。她这样每天上学放学就会花许多的时间。我觉得我听爸爸的话是对的，我只要走10几分钟就可以到学校，还可以留下很多的时间来帮妈妈做事。进入竹二女以后，第1年我们是常态编班，虽然都是女生，但是班级里面有几个女生非常的捣乱，她上课也不认真听讲。老师在讲课的时候，她就在下面开玩笑。如果是小学的话，小学老师是会体罚的，但是初中的老师他并没有体罚他们，也没有管他们，他自己讲自己的课。我心里想，这个老师涵养真好。但是这些同学呢就随便开玩笑，有时候吵得老师好像课都快讲不下去了。比较严厉的老师呢会把他们请出教室，到外面罚站。但是那几个同学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，虽然被罚站，还是在那边讲话，
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吵吵闹闹。所以那一年，我觉得上课上得很难过，听课也听不太清楚，因为这一些不守规矩的同学在里面捣乱。还好，升2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在布告栏上面贴了一个因材施教，所以重新编班，其实就是能力编班啊。过几天我们去看编班的结果，我被编到2年1班。当时我心里想，2年1班到底是怎样的班级呢？进了教室以后，发现非常安静，大家都很守规矩的坐在位置上，那个气氛非常的好，大家静静的等老师进来上课。老师进来以后，他自我介绍说他姓傅，是我们的级任老师，担任我们的国语课。那一节课，我们就选出了班长、副班长、风系股长、学艺股长。结果我被选上当学艺股长，我也不知道学艺股长是要做什么的。后来和一些同学打听的结果，他们说大概就是布置教室吧，管学艺方面的事情。几天后，老师叫我收作业送到办公室，我把作业收齐了，走到办公室，看到我们级任老师正在位置上刻钢板。刻钢板，因为那个年代呢没有打字机，我看到老师把一张蓝色的蜡纸放在钢板上，手里拿着一支铁笔，就是那个笔尖是用铁制成的，在那边刻。我不敢打扰老师，站在旁边看到老师一个字一个字的在刻。后来老师刻好了，就把蜡纸交给工友油印。那后来老师就在他的座位旁边拿了一袋的东西交给我，他说你到教室里面找班长和副班长和风纪股长帮你的忙，把这个木条呢钉在布告栏的上面。我赶快走回教室，请同学来帮忙，把那个木条钉在那个教室后面布告栏的上面。老师上面还有画线，他说在画线的地方要钉上铁钉。那么我们几个同学分工合作，很快就把这件事完成了。后来上课铃声响了，老师进了教室，手里拿着一包名片，他拿给我们大家看。他说这是你们的名片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张。我看到那个名片是用木板做成的，上面有钻一个小孔，木板大概有1公分厚吧。那名片上面一面是写黑色的名字，另外一面是写红色的名字。老师说以后每次月考完毕，按照你们的排名，就把这个名片挂到教室后面的那个木板上面。大家都很紧张，老师说没关系，这个是鼓励你们努力用功，自己跟自己比较。平常的考试，比方说数学啊、英文啊，考出来也要挂到后面，及格的就挂黑色的，不及格的就挂红色的。从那一天开始，非常的努力，我希望我的名次可以排在前面。有一个夏天的夜晚，天气非常的热，吃过晚餐后，我把碗筷收拾好，正想要去小桌子读书，但是我弟弟说那一张桌子是属于他的，大家都不能用，只有他可以用。那时候弟弟读5年级，我只好坐在榻榻米上。家里那一盏灯非常的昏黄，我很想建议爸爸把这一盏灯换掉，但是看着爸爸严肃的脸，一点笑容都没有，我也不敢讲。天气非常的闷热，我的汗呢一滴滴的滴到书本上。家里的灯光非常的微弱，我的眼睛感到非常的疲惫，于是我想到外面透透气。
我走出院子，打开门，看见巷口的那一盏路灯非常的明亮，我赶快跑过去，靠在电线杆上，利用路灯来看书。从那天以后，我都跑到那个路灯下面看书。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飞鱼飞来飞去，也有不知名的昆虫，它们会撞到我的额头，但是这一些都比家里那微弱的灯光要强了许多。我每天都来这里报到，这里变成我读书的地方。3年级快要结束了，爸爸对我说：“你呢，只能报考公会的台湾省立新竹师范学校，因为师范学校不用花钱，你不用报考新竹女中。”那时候我心里想，爸爸这样讲，我也就心里默许，我是要去读新竹师范学校的。但是听说新竹师范学校招女生40个，非常难考。那时候我们要考的科目有国文、数学、英文、历史、地理、公民，还有理化7科。但是考师范学校就不用考英文，所以我花在英文的时间比较少。我继续在电线杆下看书，最后我终于考上新竹师范学校。小朋友，你们现在小学就可以学电脑、念英文，家里还有很亮的 LED 灯，很热的时候还可以吹冷气，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哦。拜拜。